嚣张的黄毛女拳王竟将口水吐在对手的脸上，被工作人员拉开之后还跃跃欲试想动手。上了擂台，这家伙更是直接下死手，将俄罗斯姑娘打得面目全非，惨不忍睹。这已经不是老外第一次在擂台上辣手摧花，咱们的中国姑娘也未能逃脱其魔爪，惨被老外当场打成脑震荡，瘫坐在围绳边，口吐白沫不断抽搐。然而造成这一切的凶手却在镜头前放肆狂笑，一把夺过话筒嘲笑中俄选手都是垃圾。此女就是乌克兰总统女保镖高斯特，她上过战场当过护卫，退役之后步入职业拳坛，凭借着在部队练习的杀人技在擂台上横行无忌，凶狠的打法和残忍的手段令所有对手畏之如虎。面对中俄选手，轻则打成毁容，重则打伤打残，拳迷称她为妖女，她却自称芭比，其自恋与变态程度令人发指，自认为世界女子草量级冠军金腰带是她的囊中之物。所以当张伟丽夺冠之后，高斯特表现得极为愤怒和不满，直接在媒体面前大放厥词。张伟丽的对手都是一群废物吗？竟然让他拿到了金腰带，我决定用这束鲜花与他交换，只要他交出金腰带，我就亲手将葬礼白花摆在他的坟前。你还真是耗子钻猫窝自寻死路，上一个敢这么叫嚣张伟丽的，现在坟头草估计都2米高了。张伟丽，我们中国的铿锵玫瑰霸王花，是她引领中国女子格斗走向世界之巅，向全世界展现中国力量和中国精神。眼见这个黄毛妖女将我们同胞打得如此惨烈，还大言不惭，于是霸气应战，是要将其狠狠暴揍，还中国拳坛一片朗朗乾坤。话不多说，让我们直接进入比赛。红方中国霸王花张伟丽，蓝方乌克兰妖女高斯特。比赛开始后，高斯特表现得格外积极，双臂高架快速走位，试图发起进攻，而张伟丽则沉着冷静，颇有大将之风。随着两人短兵相接，内围交战，张伟丽小腿一勾将其带入地面，她的动作清晰且自信，在上位辗转腾挪，寻找有力的压制身位。作为曾经的总统侍卫，高斯特有着非常丰富的作战经验，但是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一切技巧都显得徒劳无功。此时他身处下位拼命挣扎，却始终无法逃脱。张伟丽凶狠的铁拳就像不要钱一般倾泻而下，此时他拿到十字固把位，试图掰断其手臂，奈何高斯特也绝非常人，即便手臂以不可思议的角度弯曲，仍然顽强挣脱。看来两人的这场较量短时间内难分胜负。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此时的乌克兰选手，那就是苞米地里的小寡妇。无论他如何挣扎，都无法逃脱张伟丽的蹂躏。但话说回来，也必须承认他地面实力的强大，身处不利的下位还能跟张伟丽打得有来有回，而且他也没有坐以待毙，不断寻找机会干扰伟丽的进攻。此时更是小腿乱蹬阻击张伟丽砸拳，随后瞅准机会快速起身，奈何刚站起来不到2秒，又被张伟丽拦腰抱摔，狠狠砸向地面。随着不断调整，张伟丽已经转换到了最有力的侧压身位，随后提起肘尖在高斯特的脸上狠狠摩擦，狂暴的输出打得高斯特直呼遭不住，奈何张伟丽一想起受伤的同胞就气不打一处来，
手中的铁拳不由得更重了几分。喜欢把人打毁容是吧？今天就让你也感受一下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。他逃，他追，他插翅难飞。高斯特此时的心情除了后悔还有憋屈，很想逃却根本逃不掉。他自认为一身武艺得不到施展，殊不知张伟丽放弃了无数次终结他的机会，只为能够多揍他几拳。就这样，高斯特的血皮被一点点消磨殆尽，同时道心也在逐渐崩坏，因为他引以为傲的地面柔术在张伟丽面前就像个小丑。随着铃声响起，比赛第一回合结束。张伟丽以极为霸道的方式碾压对手5分钟，自从进入了地面就没给高斯特起身的机会。不过这家伙看起来身体娇小，但身法灵活，皮也挺糙，被伟丽揍了那么久都没有出血，看来伟丽还要再加把劲，狠狠收拾他。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高斯特依旧表现得咋咋呼呼，提着拳头跃跃欲试，想要找回自己的节奏。然而张伟丽根本不会被他这些花架式迷惑，稳中带狠，继续用腿法控制距离。经过第1回合的较量，他早就摸清了老外的底细，上去就是一个抱摔，索性将地面战斗进行到底。此时张伟丽骑在高斯特的脖颈深处施展地面砸拳，强烈的窒息感让高斯特头晕目眩，铁拳的暴击更是砸得他七荤八素。此时他隐约想起了第1回合被支配的恐惧，防守时也自然而然地露出了不小的破绽。也许是感觉正面挨打已达今日上限，高斯特竟主动转身背面挨揍，这对张伟丽来说自然是正中下怀，抡起拳头疯狂砸击。用抱头鼠窜来形容此时的高斯特非常贴切，在张伟丽蛮横的力量面前毫无还手之力，他已然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，并且彻底失去了战斗的欲望，龟缩在地上是他最后的保命手段。而张伟丽本着将他开瓢的原则继续出手，似乎要将这个嚣张的家伙打回娘胎，回炉重造。随着裁判终止比赛，张伟丽以 KO 的形式拿下胜利。这场胜利可以说是众望所归，嚣张的黄毛女拳王被骑在脖颈上暴揍了10分钟。唯一可惜的是裁判介入太早，应该再让张伟丽多打一会儿将其开瓢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各位老铁认为张伟丽能得多少分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咱们下期再见。